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罪恶战士2代》，或者叫做《复仇战士》。名字不同是由于对应了不同的发售区域，这个在游戏界还是非常常见的现象。这款游戏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了，那么现在仍然有的游戏，日版和美版叫法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《三国无双》，日版和美版就差了一代。另外，咱们小的时候玩的《忍者神龟》，咱们认为的3代实际上是2代，因为之前的《机龟忍者传》和后面的2部作品，在美版它是不算同一系列的。有的游戏干脆就是发售了日版，没发售美版；有的游戏则正好相反。这就是很多游戏的名称叫法不同，甚至是几代都不一样的原因。上半期录制完之后，有小伙伴还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，这个轻版动作，轻版是什么意思？”轻版从字面上理解的话，就是你需要把版面上的敌人都清理干净，你才能够过关或者是过版。那相对的一些强制卷轴的游戏就不需要这样。很快来到了第4关的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叫做库尔特。清完这2个杂兵，他就会出场了。会潜水的这个家伙比较麻烦，你把他打掉到水里，他还向你投掷鱼叉。一般的小兵早已经挂了，这个家伙还在搞这种海王行为。库尔特这个 BOSS 不难，常规的 BOSS 比较难的就是第3关的鲁德兄弟，还有最终 BOSS。后3关的难点就是最终关的 BOSS Rush 环节。库尔特起身的时候非常常出一个动作，就是向左边 A 一下，再向右边 A 一下。那这种情况一般他后边会接一个招式，就是旋转。旋转的话，他会向前移动3次，要躲一下，或者呢使用攻击距离比较远的动作把它打断。比如说咱们如果抢下来匕首的话，就可以给他一下。趁着他左 A 一下右 A 一下有一个硬直，发动旋风之前把他打倒了。下一关就是第5关，第5关常规来说应该是最后一关。本关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开门就打一只狗子。这里天上会掉落广告牌，应该是别人扔的，因为它有跟踪的效果。屏幕上如果有2个敌人，他就会扔下来。现在是3个，所以他就没扔。这可能是考虑到活动块数量的问题。往前走的话，就会掉下来。没砸到我呀，因为我一直在保持移动。这里就是被板了。把枪抢下来了。这个精英怪应该2枪才能够打倒。有枪的情况下，人物倒地追加的动作会发生变化。你会踩着对手，然后给他1枪。但是倒地追加这1枪发动的时机稍晚，有的时候对面就站起来了，浪费子弹。这个地方有人不断的投掷花盆，咱们站着不动就可以。这个地方不需要躲。
躲的话反而容易被砸到。刚才我的打法就有点偏向于速通了，把这些杂兵从升降机上推下去。刚才那个回血道具不能留了，太靠近边缘了。这里这个枪最好也抢下来。这个枪留得好的话，可以留到 BOSS， 但是你的攻击动作就受到限制了。所以我建议有的时候还是用，因为实际上窜线的平 A 打 BOSS 也比较好用，不用非要攒着这个枪。前方这一段如果用枪的话，打的也会比较顺畅。这一枪打爆了2个摩托。这3个货都藏在桶里。没有子弹了。这里有3个精英怪，先打一个小胖子，看起来是个摔跤手。大家注意，我名字的上方有一个数字的计数111，这就是打倒敌人的数量。这个计数方法和初代是一样的。这2个家伙冲出来了。这个精英怪的人设是怕猫。2个家伙撞在一起了。咱们第一关刚开始遇到它的时候，有一个垃圾桶里边就有一只猫。如果你把猫扔出去，这个精英怪就会陷入硬直。在原地做出受到了惊吓的动作，有一个已经挂了。打完了这个货，往里面走就是最终 BOSS 了。这个最终 BOSS 就是绝境帮的帮主浮士德。大家注意，屏幕右边有架子。架子上有一把冲锋枪，当 BOSS 的血量少于4滴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个枪拿出来进行扫射。扫射的时候，咱们可以近身，等他刚开枪就使用前 AB 踢倒他，最好是前 AB 啊，因为前 AB 有一个小跳。如果在地面 AB 的话，毕竟人家是开枪的，有风险。其实他开枪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，就是世嘉 MD 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名作《怒之铁拳》里面的最终 BOSS， 我记得最后也会拿枪来扫射。扫射的时候攻击的距离还是非常远的。这里就要注意了，他拿枪的时候被打倒地，你需要跟着他，他有可能向左爬，也有可能不动，所以咱们需要选择一下方向。这样的话，前5关就结束，后面就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关卡了 ，BOSS Rush 环节。这里凯特已经被救出来了。最后一关的意思就是主人公所在的眼镜蛇帮和最终 BOSS 所在的绝境帮进行决战。先上来的是对面的第一关 BOSS 布拉凡多，以及第2关的首关 BOSS 林克。
后面还要打2组 BOSS， 这些 BOSS 是2上的，但是我感觉他们的耐久是不如单个出来的时候。另外一些 BOSS 的攻击动作也会发生变化，而且我感觉这里第一关 BOSS 布拉凡多他陷入硬直的几率更大了，毕竟这里要打6个，难度降低一点也可以理解。刚才我这2滴血掉的有点冤啊。林克有一个伸展动作，这个伸展动作平时是没有伤害的，他虽然有攻击判定，但是没有伤害。但这里竟然给我打掉血了。第2组 BOSS 是第2关的小 BOSS 奥苏吉，再加上第3关的 BOSS 鲁德兄弟。这里的鲁德兄弟，其中小的灵活的那个可以干掉，而且4、5下就可以。导致这里的 BOSS 难度实际上没有关卡的常规流程里边高。这家伙还真跳出去了呀！如果后面来了一下，我还以为我的脚能把它封住呢。这里边是一个回血道具，我把它带到最终 BOSS 的战场。这个回血道具还不小呢，是最大的。这里打的就是第4关的 BOSS 库尔特，还有最终 BOSS 浮士德。和之前的2组不同，那这里呢，这2个 BOSS 会召唤小弟了，场面更加混乱，难度也更高。但有一个好消息啊，大家注意观察一下战场，这个战场上没有枪，所以最终 BOSS 就不会拿枪扫射了。屏幕上出现杂兵的数量最多应该就是2个。刚才这个匕首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效果，这个 BOSS 一直在做防御动作。屏幕上的敌人比较多，所以我就经常发动 AB， 这样可以保证一发倒地。踢反了呀！我刚才这下为什么踢反了？年纪大了，现在使用招式的精准性有所下降，反应能力也变低了。这2个 BOSS 最先挂的竟然是最终 BOSS。我看最后剩了一个库尔特，所以说有点懈怠了，被他轮了一下。砖头还是非常好用的，可惜只有1发。把这个血捡了，好的，满血状态，最终是击倒了125个人，这样的话正式通关。最后这关打得不容易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复仇战士》或者叫《罪恶战士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